兰香如故终于开始进入真正的播出预热阶段了。随着招商和宣传动作逐渐展开，谭松韵与刘学义主演的《兰香如故》再次成为近期古装剧市场关注的焦点。而这一次，大家讨论的重点已经不只是什么时候播，而是一个更加直接的问题：谭松韵一人挑战沈佳兰与许兰香两个身份，这个角色到底能不能真正撑起整部剧？更重要的是，如果兰香如故真的在9月与鞠婧祎、张云龙主演的《来战》正面相遇，那么这场收视与热度之争，到底谁更有机会笑到最后？先说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目前关于《兰香如故》的具体上线日期，网络上存在不同排播消息，因此9月播出更适合作为目前市场讨论中的排播方向，而不是已经完全官宣的最终日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部剧已经进入了腾讯视频2026年重点剧集视野，官方物料和招商动作也在持续推进。而这意味着《兰香如故》的真正较量可能已经提前开始了。第一件最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谭松韵这一次到底有多大的挑战。兰香如故的女主并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古装甜妹，她饰演的沈佳兰本来是大学士府的长孙女，身份尊贵，与林锦旗有婚约。但剧情很快发生巨大反转，沈家遭遇灭门之祸，家族被卷入谋逆案件，原本高高在上的沈佳兰瞬间从贵女跌落谷底。为了保护她，许家用已经病逝的女儿许兰香替代她的身份。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出现了：同一个人却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个是沈佳兰，一个是许兰香，一个曾经站在高门之内，一个却只能成为林府的3等丫鬟。而这也正是《兰香如故》最容易吸引观众的地方，因为观众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女主从头到尾一路开挂，而是一个人被命运不断推向低谷，然后重新寻找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从贵女到丫鬟，再从丫鬟一步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身份跌落在逆风翻盘的故事，在古装剧市场一直都有非常强的吸引力。而对于谭松韵来说，这种角色其实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发挥空间，因为她真正需要演的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而是同一个灵魂在不同身份、不同环境下产生的变化。沈佳兰需要有贵女的气质、克制和内心的重量，许兰香则需要更加坚韧、更加接地气，同时还要让观众相信她真的经历过人生巨大的落差。如果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变化能够被谭松韵处理得足够自然，那么双重身份就会成为这部剧最大的看点之一。反过来说，如果两个角色只是换一套衣服，换一种表情，那么这个所谓的一人双角就很容易变成宣传概念。所以兰香如故真正的压力其实就落在了谭松韵一个人身上。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刘学义。这一次刘学义饰演的是林锦旗，而他与谭松韵的组合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新鲜感。官方已经明确将两人列为领衔主演。从目前公开剧情来看，林锦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只负责谈恋爱的男主，他的家族同样卷入了沈家变故，而他与沈佳兰之间原本存在婚约，却又因为局势变化发生退婚。所以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你爱我，我爱你。他们之间有身份，有家族，有误会，还有现实利益。尤其是当曾经的贵女变成林府中的丫鬟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会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他面对的到底还是沈佳兰，还是已经成为许兰香的他？而他又能不能接受那个曾经选择与沈家退婚的人？这才是这部剧真正能够拉住观众的情感矛盾。第三个问题，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如果兰香如故真的在9月与来战撞档，谁更有可能赢？先来看来战。这部剧由鞠婧祎与张云龙领衔主演，改编自九路飞香作品《师父心赛》，主打古装、仙侠以及师徒之间的关系冲突。官方目前已经持续进行预热，并且来战也出现在腾讯视频2026年度剧集片单中。从题材来看，来战的优势非常明显，仙侠、师徒、热血、爱情，
再加上鞠婧祎和张云龙的组合，对于年轻观众来说具有很强的视觉吸引力。而兰香如故的优势则完全不同，她不是靠大规模仙侠世界观取胜，而是依靠人物命运、宅院关系、身份反转以及男女主感情线。换句话说，来战更像是一场高燃的视觉对决，兰香如故则更像是一场人物命运的慢慢发酵。所以，如果两部剧真的在同一时间段播出，它们其实并不是完全相同类型的竞争。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谁能够在开播之后形成更强的口碑传播。尤其是兰香如故，因为这部剧最大的潜力，同时也是最大的风险，就是剧情。如果前几集能够迅速交代沈家变故，让观众快速进入沈佳兰跌落人生谷底的情绪，再通过许兰香这个身份制造持续冲突，那么观众很容易产生追剧动力。但如果剧情节奏过慢，身份转换和宅斗线铺垫太长，那么现在的观众也很可能没有足够耐心等待。这就是古装剧进入2026年之后越来越明显的一个变化。观众已经不是只看明星，明星可以带来第一批观众，但真正决定一部剧能不能爆的是角色能不能让观众留下来。所以谭松韵能不能扛住？我的答案是可以期待，但不能只看她一个人的号召力。谭松韵本身拥有非常强的观众缘，而且她过去在不同类型角色中的表现也证明了她并不是只能演一种固定人设。而兰香如故给她最大的优势就是角色本身具有明显的成长空间，从沈佳兰到许兰香，再从许兰香一步步找回自己的命运主动权，这是一条非常完整的女性成长线。如果剧本能够把这条线真正拍出来，那么谭松韵的发挥空间会非常大，甚至有可能让观众重新认识她的古装角色塑造能力。但如果问她能不能直接保证这部剧拿下最高收视或者最高热度，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真正的王炸从来不是演员名单本身，而是演员、剧本、导演、节奏、制作、宣发以及开播后的观众口碑共同形成的结果。更何况兰香如故面对的并不只有来战，今年的古装剧市场本身就已经非常拥挤，所以这一次招商动作更像是一个信号。腾讯视频正在告诉市场，兰香如故已经进入真正的播出倒计时阶段。而对于谭松韵来说，这可能也是一次非常关键的考验。一个演员，一个女主，一个角色，却要让观众同时相信她是沈佳兰，也是许兰香。如果成功了，这个双重身份很可能成为整部剧最大的记忆点。如果失败了，反而可能成为观众最容易吐槽的地方。所以9月真正值得看的，或许不是谁的咖位更高，也不是谁的 CP 更甜，而是沈佳兰跌入尘埃之后，能不能真正从许兰香这个身份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谭松韵与刘学义的这场古装搭档，到底会成为意外惊喜，还是又一部高开低走的待播剧？兰香如故开播之后，我们自然会有答案。如果你也期待谭松韵这一次的艺人双身份表现，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兰香如故和来战如果同期播出，哪一部更有机会成为9月古装剧黑马？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我们一起继续追踪2026年华语娱乐圈和电视剧市场的最新动态。